大家好，我是亚特力科技公司资深软体工程师。这次要跟大家介绍交流泳池电机无感控制的参数调整方法。首先跟大家介绍交流泳池电机无感控制技术。亚特力科技开发的电机库包含了交流泳池电机无感 FOC 控制技术。我们知道在进行 FOC 控制时，必须根据转子的位置对电机电流以及输出的电压进行坐标转换，而由于是无感控制，无法直接获得转子位置资讯，所以我们必须要根据电机的两项电压、两项电流以及电机线圈的电阻电感参数进行转子角度的估算。所以在电流检测部分，我们提供了三电阻、双电阻以及单电阻等三种电流检测方法。在转子初始角度估测部分，可以选择三项电压向量或者是两项电压向量进行转子初始角度的估算。在转子位置估测部分，电机库使用 Rundberg Observer 进行反电式的估测，借由估测得到在两项垂直坐标下的电机反电式，可以透过这个 QPLL 估测器来进行转子的速度与角度的估算。得到电机角度，再配合电流回收，就可以进行 FOC 控制。藉由电机库的无感 FOC 控制技术，我们可以实现电压向量控制、转矩控制、转速控制、弱磁控制以及回声刹车等功能。接下来介绍反电式的估测方法。电机库使用 Rundberg Observer 的估测器架构进行电机电流估测。首先，根据电机参数建构一个电流估测器。估测器的输入是电机输入电压的取样。经过估测器的估算之后，可以得到估测的电流。由于所使用的电机参数以及所输入的电压取样都存在误差，我们所估测出来的电流跟实际上的电流也会有误差，所以可以把估测器所估测的电流与实际的电流进行比较，得到这个估测的误差，再乘上希望的这个参数之后，回收到估测器，来补偿估测器参数以及输入电压所造成的估测误差。而由于这个估测器里面还有一个未知的电机反电式的这个未知变量，所以可以将电流的误差乘上 C2 的参数，再透过这个反电式估测器将反电式回收到电流估测器。借由这个估测器的运算，我们就可以得到两项垂直坐标形式的电机反电式。再接下来，我们可以再利用角度转速估测器进行转子角度与速度的估测，而为了要得到正确的反电式估测值， C1 与 C2 这两个参数必须要适当的设定。这是一个正交所向回路估测器的方块图。在刚刚的反电式估测器中，我们得到了两项垂直坐标形式的反电式，我们称它为阿法轴的反电式 E 阿法以及贝塔轴的反电式 E 贝塔。这两个反电式就是它们与转子角度的估测的函数关系。由于一个是正弦函数，另外一个是余弦函数，如果将负的 E 阿法乘上估测角度的余弦函数，再减去 E 贝塔乘上估测角度的正弦函数，就可以得到实际角度减去估测角度的正弦函数。当这两个角度误差很小的时候，就可以近似为反电式峰值乘以角度误差，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当这个角度误差经过 PI 控制器运算之后，就可以得到估测的转速，再把所估测的转速积分之后，就可以得到估测的转子角度。那其中
估测的这个角度与实际角度的转移函数，我们可以用这个方程式来表示。所以我们只要适当的调整 Kp 与 Ki 的参数，便可以正确的估测到转子的速度以及转子的角度。接下来介绍无感 FOC 控制参数设定。首先设定电机参数，与 MC Motor Parameter 点 H 标头档设定电机参数值，输入电机极对数以及输入电机线间电阻与电感。接着使用 UI 界面调整电流回路控制器参数，利用给定的方波电流命令，观察布接响应的状态来调整电流控制器参数。在打开 UI 界面之后，我们可以在下方的控制模式选择 ID Tune 或 IQ Tune 来设定要调整 D 轴或 Q 轴的电流控制器参数。同时 UI 界面提供布接方波命令调整，我们可以及时的调整方波电流的大小以及它的周期跟方波的波宽。也同时我们可以及时的输入 Kp 与 Ki 参数。在输入参数的同时，我们可以透过 Monitor 视窗及时的监看布接电流的响应，从而达到最佳的电流控制参数调整。接下来我们来展示如何调整电流控制器参数。首先按 Open 键让 UI 控制界面与控制板连线，再按监控钮及时监看控制板状态。接着选择控制模式 ID Tune， 进入低轴电流控制器参数调整。接着选择要监看的控制变量，我们选择低轴电流命令以及实际上的低轴电流，按 Save。再切换到 Tuning Parameters， 这时候我们设定方波电流命令为1安培，它的周期为100 ms， 它的波宽是2 ms。而这时候的 Kp 值是1， Ki 值先设为0。在这里特别说明，实际上的 Kp、Ki 值是把上面的 Flux Kp 除以下面的 Flux Kp divide， 也就是呢，实际上的 Kp 值是1024/1。那这样子呢，可以得到更精确、具有小数点的 Kp 与 Ki 参数。接着我们直接启动电机。这时候呢，浅绿色部分是电流命令，紫色部分是实际上的电流。那由于我们的 Kp 值很小，所以呢是没有电流的。这时候我们直接把 Kp 值变大。好，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产生这个实际上的低轴电流，那还是很小，我们再把它放大一点。好，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展开。那我们可以看到稳态误差还是很大。我停下来一下。好，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持续的把 Kp 值变大。好，可以再加大一点。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电流的这个上升过程中，它有一个尖峰出现。那这个部分呢，代表呢是 Kp 的这个参数呢太大的这个征兆。比如说，我们再把它增加再大一点，看得更明显。好，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地方呢 ，Kp 值增大了之后呢，这个尖峰更为明显了。跑掉。这时候呢，我们把它调回来。好，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尖峰值已经有变小了。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增加 Ki 的这个增益量。
再把它停下来。好，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稳态误差已经有缩小了。哦，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时候呢，实际上的低轴电流呢，已经呢，追随到呢电流命令了。那如果说我们这时候再把它增大呢，比如说我们把它增大夸张一点，好，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时候呢，因为积分值太大，所以我们会造成一个尖峰的一个超越量。我们再把它调回来。好，那这时候呢，我们把它停下来。这样的响应呢，就是符合我们的需求了。好，那所以呢，低轴的这个电流控制器参数就已经调整好了。好，那由于呢这个电机呢，它的 LD 跟 LQ 呢很接近，那在无感的控制里面呢，我们无法确定实际上的低轴位置，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低轴的这个电流参数上面呢，我们直接设定在 Q 轴的这个参数上面，我们直接设定相同的这个跟低轴相同的这个参数值。好，我们可以比对一下，低轴跟 Q 轴的参数值把它设成一样。然后呢，我们可以按 Write Flash， 可以直接把这个控制参数传到 Flash 里面。好，这样子呢，就完成了低轴和 Q 轴的这个控制器的这个电流参数的设定。接下来介绍无感 FOC 控制估测器参数的调整。首先进行电流估测器参数的调整。在电流估测器参数里面，我们需要调整 C1 与 C2 这两个参数。其中 C1 这个参数是为了补偿我们的估测器我们所设定的这个电机的这个电感跟电阻它的误差，所以我们需要适当的调整这个 C1 的参数。而 C2 这个参数呢，则是去补偿反电式的这个效应，同时去估测反电式。所以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以开回路的方式运转，然后控制这个电机呢是在低速的方式运转。这时候呢，反电式的效应比较小，所以我们可以单独的先来调整这个 C1 的参数。那等到 C1 的这个参数调整好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估测的这个电流呢跟实际电流很接近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再用开回路的方式，把这个速度调整到比较高的这个速度，使得这个反电式的效应可以明显的出来。这时候呢，再适当的调整这个 C2 的参数。好，那接下来我们展示如何的调整。首先切换到开回路控制模式，接着再选择要观察的控制变量 Iα 以及估测的 Iα， 按 Save， 接着切换到 Tuning Parameters， 设定开回路电压以及开回路递增的角度，启动电机。这时候浅绿色部分是实际上的电流，紫色部分则是估测的电流。由于我们的C1参数设定不当，所以目前呢，这个估测的电流没有办法追随到实际的电流。这时候我们把C1值把它变大，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追随到实际上的电流了。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参数把它变大，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高频的抖动，所以呢，这个代表是C1的参数太大了。那我们把它降回来，再稍微增大一点。好，
这时候我们增加开回路的转速来调整 C2 这个参数。在这边这个角度递增量最大值是127，所以我们设到最大值。好，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比较高速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所估测的这个电流跟实际电流是有偏差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C2 的值把它增加。好，记得它是一个负值。它有缩小，可是还是不够大。好，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 C2 值呢设的比较大的时候呢，它的误差值有变小，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明显的抖动。哦，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是因为我们这个 PL 的 KP 呢跟 KI 呢还没有调整的关系。啊，所以呢，因为我们看到它有抖动，所以呢不能设这么大。我们先设成1万就好。好，再降一点。好，那这时候呢，我们所估测的这个电流呢，跟实际上的电流呢是有存在误差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 KP 值。好，我们可以看到 KP 值如果太小的话呢，其实它是会抖动的。好，那当我们设到3000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呢，这个实际上呢估测的这个电流呢，跟实际的电流呢就已经很接近了。那如果说我们再把它增大一点，这边不是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个部分呢是会影响到这个转速的估测。我们等一下呢，在观看这个转速的时候呢，可以再来调整一下。那我们先把它调回来。好，这时候呢，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估测的这个反电势。所以呢，我们把它调整成反电势。然后调整一下显示范围。好，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估测的这个阿法和贝塔的这个反电势呢，它是2个正交的一个旋波，一个是正旋，一个是余旋。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估测的角度。这时候我们要调整一下显示范围。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虽然我们已经估测到了这个反电势以及它的角度，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估测的角度呢跟反电势呢，它其实上呢存在了一个相位差。照理讲呢，这个估测的这个角度呢，它的0度呢，事实上是在这个反电势的180度的这个点的位置。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它是存在的误差的。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这个 Ki 值。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基本值进行补偿之后，就可以补偿这个稳态误差。那这个值的话呢，我们只要适当的调整一个比较小的值。那如果设太小，在非常高速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值还要适当的变大。那我们在这边呢，其实设定5应该就可以了。好，这时候呢，我们再来看它所监测的这个转速。这个好，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它估测的转速。那这个估测的转速呢，它是有点抖动的。那这个是代表说我们在前面参数调整的时候呢，这个增益呢是有调的比较大，所以呢，我把这个 Kp 值适当的变小。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就比较平滑了。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完成了在这个低速的情况底下呢，它的这个 C1、C2 以及呢，这个 PL、KP、Ki 的这个调整。那后面呢，要先调整这个开回路的这个启动参数，以及呢进入闭回路再进一步的再调整这2个参数。那我们把它停下来。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呢进入这个转举模式。那在转举模式的地方呢，我们刚刚已经在之前的话已经设定好了这个电流的这个 KPKI 的参数。好，那同时呢，也把这个 sensorless 的这个 observer 的这个参数调整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调整这个启动的这个控制参数，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呢，这个电机启动的时候呢，因为没有反电势，我们的估测器没办法运作，所以呢，我们先用开回路的方式呢，去带动这个电机，让它这个产生反电势之后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估测器呢，能够正确的估测到转子的位置，然后再切进闭回路。好，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设定的参数有几个。第一个是我们设定说，当这个开回路转速到达多少 RPM 的时候呢，我们要切进闭回路。然后呢，整个开回路运作的时候呢，这个电压是多少，以及呢，这个开回路的这个速度的这个递增的这个斜率呢是多少，以及呢，当你要切进去这个闭回路的时候呢，这个初始的这个电流值是多少。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的这个控制，比如说呢，我们就给它 0.1 安培的电流，然后这时候呢，我们来监看实际上的这个转速以及电流。我们把这个转速用在第2个。然后第1个呢，可以看它的电流。好，太大。好，接下来呢，我们启动电机，这个形状。好，那速度太快了，把它停下来，设定一下。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启动过程，前面呢是开回路运转，那因为开回路运转的时候呢，电流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调整刚刚的这个开回路的这个参数，
可以让它的这个启动电流不会这么大。然后后面呢就进入了这个闭回路。好，那比如说呢，我们今天担心说这个启动电流比较大，所以呢，我可以适当的把这个参数呢把它调小一点。好，这时候呢，我再重新启动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就转不起来了啊，因为呢我的电压不够啊，把它增加一点。好，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虽然启动起来了，可是呢，在这个要转折之前呢，这个地方呢转速有掉下来，代表是说它还没切进闭回路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个电压是不够的。那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把这个呢切进闭回路的速度把它降低，或者是呢把这个开回路的那个电压呢把它提高。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降低，那我们再做一次。好，我们可以看到呢，因为它是提前呢就进入了这个闭回路啊，所以呢它的速度就不会掉下来了，而且呢我的启动电流也比较小。好，接下来我们可以让它转到最高速。好，那在这个最高速的这个情况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估测器的参数是不是是正常的。我们首先呢看一下它的这个反电势。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两个反电势呢，它的这个峰值都是对称的，它并没有漂移，所以代表我们的这个整个角度跟反电势的估测呢都是正确的。好，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目前的速度估测，以及它的角度。好，我们让它转慢一点。然后把范围设小一点。好，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估测值呢是有些微的抖动。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来调整一下这边的这个 KP 的参数。好，比如说呢，我们把它设极端一点。好，你可以看到呢，当你这个 KP 值变大了之后呢，它所估测的这个转速呢，事实上是会飘动，而且呢，抖动是很严重的。这个代表是说这个 KP 参数呢，是没有设好的。
那我们设到3000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抖动还是有的，而且会晃动。好，那我们刚刚的那个数值呢，其实是比较正确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比较平滑的。好，那我们再把它转速升高。这时候呢，它的控制就是平稳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入呢这个速度控制模式。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电流。看反电式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反电式以及呢所估测的转速。好，这时候我们设定在最高转速。按启动。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时候呢，这个电机就可以平稳的启动。那前方的这一段的话呢，是开回路控制，那后面就切到闭回路，以我们所设定的这个斜率呢来上升。那这个加速度是可以调整的，比如说我们把它调快一点。我们再做一次。同样呢，也可以正常的启动。好，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转速呢，设到比较低。它一样呢，是可以正常的运转。好，那我们也可以呢，直接呢，运转在低转速。它一样是可以在低转速运转。只不过由于低速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反电式比较小，所以它估测呢会比较不准。所以呢，它的所估测的转速呢会有抖动的一个现象。那这个部分呢，会随着呢它的这个运转持续之后呢，它的这个转速估测呢会更那个趋于收敛。那我们也可以再适当的调整一下这个参数。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只把它变小一点。不过因为这部分的话呢，完全去取决于它整个反电式的这个大小，那所以呢，我们大概只能稍微的微调。那同样以这个参数的话，其实在高速的时候也是应该是可以用的。所以呢，一样是可以正常运作。所以其实呢，这些参数的调整呢，并不是说只有一个唯一值，它是有一定的一个范围的。那我们只要在实际上应用上面的话呢，根据实际的条件呢，稍微做一个调整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以上呢就是整个这个无感的 FOC 的这个参数控制的一个方法以及呢展示的过程。谢谢。